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彼得教蛙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次养蛙就上手，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养一只角蛙呢？首先你要先买一只角蛙，好，那买一只角蛙之后，你要从买蛙到设缸到喂食，我们今天就是一次告诉给你。第一，你要买蛙的时候，你要挑怎么样的蛙是健康的角蛙。我们这边拿了一只南美绿角蛙。好，我们要怎么样判断这只蛙是不是健康的呢？首先，你要先看它的外观，它外观有没有破洞，有没有发炎，或者说它的有没有四肢不全，四肢不全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状态。那如果都没有，它就是第一关就过了。好，那第二是它的颜色，这个颜色是比较特别一点。一般正常角蛙的颜色啊，它的颜色不会特别深，也不会特别浅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放在一个白色底的盒子里面的话，那它的颜色应该会是那种淡淡的绿色。那如果说它的颜色是放在一起，它的颜色特别深，然后你看它感觉好像充满水汽的时候，那一只蛙它就不是非常健康。然后第三个是它的姿态。正常角蛙的形态，它会是这个样子，虽然是它趴在地板上，但是它没有就是整个手四肢像无力的感觉，它的后腿应该是看起来会是有力的。然后它的身体，它在自己在动的时候，它的身体也是平衡的，你也可以摇晃一下。如果说它是可以维持在中间的话，那它的这只蛙的平衡是正常的。如果说它是整个趴在地板上，完全不动，你去摇晃它，它也不会就是起来挣扎，或是觉得好像很惊恐那样的话，那只角蛙就不是一只健康的角蛙。正常的南美幼蛙，它的长度大概是2.5公分到4公分，就比较常见。那如果说，那当然就是如果体型大一些的话，你可能会以新手来讲会比较适合你，大概4公分左右。如果你上岸可以买到4公分的小蛙的话，那就是一只很健康的小蛙。第三点就是姿态与外形。首先，它的姿势，它是如果说它今天是已经静置在那边好一段时间的话，那它的后腿应该会是有力的弓起来的。那它的前肢不会让它的身体往上倾，肚子也不会缩。如果你看到它往上倾，跟缩肚子的状态的话，很像在吞咽状态的话，那一只蛙，它就是它的肠胃应该是出了问题，所以那一只蛙也不要买。然后如果说它今天是很正常的，就是趴在那边，如果你拿起来，或者是说你就是稍微就是在它前面晃的话，那它应该会移动。那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蛙。如果看到那一只蛙它有后倒的情形，就是它嘴巴闭合不良，那这只蛙我就建议你不要购买，有比较高的几率是有缺陷的。来自于就是比较没有经验的饲养者，他繁殖出来的子代。当然如果说就是你觉得你可以爱护它，就是它的后半生的话，当然是这是可以养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养蛙，我会建议你不要购买，因为如果说今天它会产生这样的原因有比较多，那反正它从外观看起来就是不是健康的蛙。那如果你购买它的话，它比较有经验的饲养者才可以把它养得好。好，那就是以上挑蛙的诀窍。好，第二点是帮角蛙挑个家，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盒子。那挑选盒子的时候，它的原则有3个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，它一定要非常的通风。那这个是我们的盒子，我们连上盖它都有很多的洞。如果说，然后我们侧边都有洞，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里面的空气跟湿度是不会，它是可以空气是可以一直对流的。那这个盒子呢是比较常见的盒子，它这个盒子也不错，它旁边有很多洞，可是它对我来讲，它上面的洞就不够多，所以变成说，假设你今天要买这个盒子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在上面打很多洞，可能10个或12个，反正不管你看你的洞的大小。如果说你是只进1公分的洞的话，我建议你打到15个或20个，只要上面跟侧边有洞的话，那这样通风度才会高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角蛙它一定要非常的通风。虽然它的水分会散失比较快，可是
你只要去注意它的，就是你只要去给它里面一个水盆，或者说你只要去注意里面的湿度的话，那它这样子是对脚来讲它是比较舒服的环境。宁愿它太透风，也不要它是闷的。只要它一闷到的话，脚就非常容易生病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那第二点是，它比较轻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是用玻璃钢的话，这个尺寸还好；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尺寸的玻璃钢的话，它就有点重。如果你今天是用1尺半或2尺的钢的话，它就非常的重。只要一重，你就会懒。不要骗我，你有看到人家把鱼缸拿去洗的吗？没有。所以说，脚蛙它，因为你不会里面完全装满水，所以说如果说今天是玻璃缸的话，你还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整个抱去洗手台刷。那我会建议你，就是你可以买塑胶的，像这种盒子或者这种 PP 的，这都可以，不管，就是你好清理的，你把它拿去，就是当你在换底材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在旁边，就是你也是稍微刷洗一下。我们不管你是1周1次、2周1次或1个月1次的，你如果说重的话，你就会懒啊。我会建议就是你挑轻一点的，也是我们挑脚蛙盒子的最主要的就是第二点。好，第3点就是透明度要高，因为你今天养的脚蛙它就是宠物，所以你应该会想要一直观察它。那透明度高，除了方便你观察之外，那它也可以让你做一些造景，比较美观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你的蛙它是不是有排泄，不管是大便还是尿尿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这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清理。其实蛙它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它自己的尿，大家都说尿很毒，或者是它的大便。当你发现它有排泄，不应该说它有排泄，你没有发现的时候，细菌滋生就会很快，它很容易生病。所以透明度高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。然后它最好有个盖子，因为脚蛙它会爬，像南美脚蛙还好，像苏利南脚蛙或者是蝴蝶，它是会爬墙的。所以说最好是有个盖子，不然就是除非你的盒子很高，大概30公分、35公分，不然其实蛙是很容易逃家的。好，那就是教给你以上3点，教给你怎么样去挑选一个适合脚蛙的家。好，挑完它的家之后呢，就是要简单的把它的家设计一下。啊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养蛙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用海绵，你用一个简单的做出一个干湿分离，海绵跟一个水盆。那海绵呢，你可以去五金行选一块比较厚的海绵，把它当成它的陆地。那这个陆地的好处就是，它如果今天在上面大便或尿尿的时候，它第一时间它的尿会吸收在海绵里面，所以降低它生病的几率。那水盆呢，就是你装水，其他地方有水的地方让它是湿的，其他地方是干的。那做出一个干湿分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何养好青蛙，就是干湿分离，干的跟湿的分开，然后定期清理，就这2个原则没有了。好，那湿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局限在就是这个水盆里面。一开始的就是你第一次养蛙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就是用一个水盆，很简单。那蛙如果它自己觉得需要水分，它会跳进去。那其他部分的话，你就做的是干的，这个样子，做出一个干湿分离的状态。还会一直强调，只有干湿分离，蛙才不容易生病。好，那这个是最简单的状态。当你养一阵子，可能3个月、4个月，你觉得已经差不多，你蛙也很习惯，你也很习惯蛙的换的频率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做成土养，是可以的，就是铺一层底土，用泥炭土要经过杀菌过，所以说它的可变的变因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你每次倒新的土进去，它都一样，就是它可以再一次，它不会说里面可能会有细菌等之类的，你会比较安心。好，当你土养的时候，你也是放一个水盆，或者说你直接把表土喷湿，像这样子。它就是喷大概表土大概0.5公分到1公分的湿度，它是湿的。好，把它放进，先喷完，水分可以多一些，然后你可以看它下面是干的。好，土养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海绵的功用跟土的功用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蛙在第一时间尿尿或大便的时候，它可以吸收进去。那我为什么后面会建议你土养呢？因为其实蛙它会挖地，所以说它会掘土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给它，就是让它可以挖掘的东西的话，它脚往后磨的时候，它会磨破皮。那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比较舒服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放土。
那就是这个样子。它表土是湿的，这不够。对，你要摸它大概0.5公分的，这样摸起来是湿的，表面上摸起来是湿的就好。如果你不放水盆的话，你就是单纯的这样子啊。好，下面是干的，上面是湿的，这样就是好的。对，下面是干的，上面是湿的，不知道拍不拍出来。如果说你是土的话，下面看起来就是没有水分的样子，上面是有水分，这个样子就好了。因为你第一个是上面有水分，你是让蛙就是维持在它喜欢的湿度。那下面的干的地方，它就是让它来吸它的尿跟排大便。那如果你有看到它大便的时候，就你第一时间清理。那1个礼拜换一次土，我们这个深度就是1个礼拜换一次土。如果说你再更深一点的话，蛙就会进入夏眠或冬眠，就是它进入睡眠状态。所以假设你的蛙的长度是4公分，你的土大概就是2公分。那2公分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是1个礼拜换一次土。然后你中间如果看到它大便，你就把它清理掉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，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缸，那蛙也会喜欢。哦，对了，额外再补充一下，就是角蛙它适合的温度，大概是22度到28度。那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有一个温湿度计，那你可以知道说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多少。如果今天是比较冷的时候，你要加温；那比较热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就是记得要多喷水，就是多补充水分，补充蛙的水分。所以说你有一个可以辅助的工具会比较好。这边也当然也是 OK， 如果是你就另买一个，也就是温湿度计是好的，它是需要的。那22度到28度是角蛙比较舒适的温度。那如果超过28度的话，就是建议你要补充水分。那如果低于22度到20度以下的话，会建议你加温。好，那第一次养蛙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。第一个是你有一只蛙，你有一个缸子，然后你有温湿度计。好，当你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好好养蛙了。我们刚拍完影片，那现在来整理。它大概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到5分钟吧，它已经觉得很舒适了。它舒适的时候，它会把自己一半埋在土里面，然后一半就是露出来，然后它觉得这样是安全的。那角蛙它会一直用脚去拨厚土，这是它的天性。所以说，我会建议，如果你想要让蛙舒适一点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用土。虽然它要比较长时间的去换土啊干嘛的，但是它是喜欢这个环境的。好。